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在当下的困境是什么？你们现在的状态，以及如何走出当下的困境啊？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啊，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那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就是圣杯女皇。圣杯女皇手里捧着的圣杯，代表的是你们内心当中隐藏的秘密和心事。你们就算有什么委屈，也不会轻易的说出来啊。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在消解苦难。第二张牌吊人牌啊，代表的是你们现在就像这个吊人一样被绑在木桩上动弹不得，代表的是你们现在受到了束缚和限制。当然也有可能是你们自己把自己绑在木桩上的，因为你们总是在潜意识里不断的给自己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你们总是会把事情的失败和我是失败的人这两个概念混淆在一起，从而陷入对自己的自我否定、怀疑和自责当中。但是呢，出现这张吊人牌啊，就代表的是未来你们会冲破这种束缚和限制，穿越风暴，成为真正的自己。而第三张牌呢，权杖国王的逆位啊，代表的是你们内心当中有一个想法还没有付诸于行动和实践，你们现在的行动力受到了阻碍啊，可能也是因为你们现在就像这个吊人一样，是受到束缚的，是不自由的状态啊。但是，一旦权杖国王变成正位之后，你们将会拥有强大的能量，去突破现在的枷锁，而且呢，你们在未来会去到更高处啊，就像权杖3牌面当中显示的一样，你们未来会站在更高处。当你们经历了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之后，你们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而我们接下来抽到的这几张萨满神谕卡，第一张牌是 New Day。无论你们在过去经历过什么，明天都会是新的一天，凡为过往，皆是序章。带着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你们就不会被过去所牵绊，你们每天面对的都是崭新的自己。而第二张牌呢是 Ancient Wisdom， 古老的智慧啊，我们是宇宙的孩子啊，我们必然有神赋予的智慧啊，这种智慧它会幻化成你内心当中的声音，指导你未来的行动。而第三张牌呢是 Emotional Release 啊，你们现在需要一个情绪上的释放，你们就像一颗不小心熄灭的太阳，内核依旧温暖，只是不愿意向外界继续释放光与爱。你们要告诉自己啊，允许自己释放情绪，你们的情绪是被接受的，被理解的，你们是安全的。现在的你们没有内在的安全感啊，什么事都藏在自己的心里边，久而久之就会变得越来越封闭。而第四张牌呢，你们所经历的一切啊，其实本质上都是对你们成长的一种邀请。虽然有的时候你们不清楚发生在你们身上的这些事情，他们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你们只需要知道，他们的发生都是被安排好的，都是来帮助你们成长的。我们要学会，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渐渐的学会不去苛责自己，而是原谅自己，并且从中得到成长和蜕变。而我们接下来的这4张疗愈神谕卡呢，第一张牌就是 Inspiring Others。那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价值是被别人需要，因为启发别人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激励自己，所以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要找到你们的同类去帮助他们。你在帮助他们的时候，也是在帮助自己。第二张牌是 Activating the Third Eye， 那第3只眼是通往心灵的窗户啊，通向你的内心深处。那它代表的是一种灵性智慧的觉悟啊，你们在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直觉啊，非常敏锐的时刻啊，那些直觉告诉你们的信息，千万不要忽略掉，即使它很微弱，即便它一闪而过。而第3张牌呢 ，Opening my mind。当你们能够转变自己对待这个世界和你们当下的这种困境的视角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自己的人生一种全新的可能性。所以说，永远不要给自己的生活下结论和定义，依然全然的开放接纳所有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呢，是你们人生当中无限美好的一个词语啊，因为它代表的是希望，代表的是当下无法解决的问题啊，在
在未来依然有峰回路转的可能性存在。有些问题我们需要把它交给时间。当我们拥有足够宽广的眼界，有些问题它自然而然就会迎刃而解。所以说第4张牌是 Receiving Elation。你们现在当你们打开心扉的时候当你们打开自己的内心的过程当中你们就能够接受到一些美好。你对生命本身的信任，还有无限的这种可能性带来的勇气会让你在黑暗当中选择看到光明，并且把所有的力量都汇聚到自己的手中。凡事都会从最好的一刻变坏，又从最坏的一刻变好。你们要告诉自己，会过去的，会到来的，会拥有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那首先第2组牌的第1张恶魔牌呢，代表的是你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压抑的状态当中。你们在当下的环境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和天赋。这种压抑的状态可能是你们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因为你们自身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容易受到环境影响的人而第2张牌呢，隐士牌代表的是你们正一个人在孤独的黑暗当中行走。你们手里提着的这盏灯，意味的是你们所有的坚持、孤独还有努力最终都会发光它会照亮你们未来的路。现在你们所经历的迷茫都是一种成长的邀请我们的人生本来就要经历大把的时间去迷茫，然后用几个瞬间去成长。你们不要把它看作苦难，而要把它看作礼物。我们的心决定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是怎样的，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怎样的。而第3张牌呢，女祭司，你们内心的灵性智慧正在慢慢的觉醒，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强烈。你们能够轻易的看到事情的本质但是你们又会看破不说破。所以说这张女祭司代表的是你们内在与外在的矛盾，你们对外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和你们内在的自我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想要伪装起来变得安全，却使自己因为这种不真实感长久的活在怕被抛弃的恐惧当中这其实是内在缺爱并且缺乏安全感的一种体现。所以说这张宝剑2也代表的是你们时常都处在一种矛盾、纠结和分裂的状态当中。你们会发现你们的人生就是在不断的解决矛盾，然后又出现新的矛盾，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在不断成长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抽到的这4张萨满疗愈卡，第1张牌就是 Integration， 整合你们现在的自己。你们现在感觉自己的能量流动受到了阻碍，你们过去遭受到的打击使你们变得支离破碎。所以说这张牌告诉你们，疗愈自己的过程就是尝试着把过去的那个破碎的自己重新拼接起来。那个破碎的自己相当于是对过去的一种完全的否定。当你们把那些破碎的自我重新拼接起来的时候，你们就重新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崭新的自我。这个过程不仅仅是自我疗愈它还有自我成长和自我觉醒。而第2张牌呢是 Masculine Energy， 一种阳性能量。你们现在可能缺乏某种勇气，重新开始的勇气，踏出舒适圈的勇气，或者说接纳不完美自己的勇气。你们现在需要一点魄力过去的你们可能一直都在逃避、妥协、被推着走。当你们能够重新的让自己内在的这种能量焕发出来，去利用勇气打破当下所经历的重复和循环，你们就会在未来迎接到崭新的自我。只有勇敢镇定的人才能熬过黑暗，迎来光明。而第3张牌呢是 Struggle 挣扎，也是你们当下所经历的挣扎和纠结。每一个人其实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呢，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所以不必害怕。而第4张牌呢 Ascension， 你们的人生是在不断的上升的其实你们已经咬着牙走了很长一段路了，
这张牌也代表的是你们未来会变成蝴蝶，飞向更高处。而我们抽到的这4张疗愈神谕卡，第一张牌就是 Resolving Anger， 消除你们的愤怒啊！你们的愤怒来自于你们认为自己是无能的，而你们认为自己是无能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你们在批判自己的过程当中会感到愤怒，实际上是因为你们没有完整意义上的接纳自己。生活不仅充满了喧嚣和愤怒啊，它也有蝴蝶、花朵、艺术品，还有爱。尝试着去感受那些美好的能量。第二张牌呢 ，Allowing Appreciation， 学会去欣赏，去发现那些躲在角落里的美好啊，它就存在于当下，存在于你们的身边。你们不需要等待那些美好向你们靠近，你们自己就能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刻找到那些美好的感受、幸福。美好的这种能力是需要不断的去训练的。当你们学着能够以一种感恩的心态去接纳你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那么你们所经历的苦难背后其实都有它正面的意义，它能够让你们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所有的礼物都标注了价格，但是所有的苦难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成长的邀请。而第三张牌呢 Overcoming Fear， 克服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你们对于未来的恐惧啊。其实你们现在很想休息一下，因为对于未来的恐惧，你们不敢松懈下来。你们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一定要振作。如果你们没有办法立刻做到，你们就会谴责自己，为什么这么懦弱？为什么这么软弱？为什么不能更坚强一些？但是现在的你们需要放下自己对于未来的恐惧和焦虑，停止继续强迫自己去追赶那趟未来的列车。你们要告诉自己，未来是无数个当下的重叠，所以说过好当下的每一刻，你们未来的结局一定会是好的。那第四张牌 Unraveling Codependency 啊，那这张牌其实是在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寻求别人的帮助。你们现在太独立了，什么事情都依靠自己去解决，这会让你们在精神上感到非常的疲惫。你们身边的亲人啊或者伴侣其实都能够助你一臂之力，他们可以成为你情绪上的出口，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不要永远把所有的事情都压在自己的身上。关于你们人生当中所有的秘密啊，打开这些秘密的钥匙啊，全部都存在于你们的内心当中。那吸引力法则会告诉你们，当你们改变了当下内心的状态之后，你们的未来就会随之而发生改变。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首先第三组牌的第一张牌宝剑的逆位，代表的是你们近期可能会很容易说错话，因为宝剑的逆位代表的是你们近期的困境可能来自于人际关系对你们造成的一些困扰和烦恼。宝剑的逆位呢，就代表的是语言沟通可能会出现一些矛盾、争执、口角。而我们抽到的这张星币的逆位呢，代表的是你们近期的困扰和烦恼来自于金钱，可能是因为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或者说在金钱方面入不敷出。所以说这种金钱的星币的逆位呢，也是在提醒你们，近期尤其是在这种金钱方面的支出和开销啊，要三思而后行。而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3，代表的是你们内心当中没有释放的情绪和执念，在接下来可能会有自我封闭的倾向和趋势，你们也要注意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而圣杯3呢，代表的是未来能够帮助你们走出困境的2个贵人，他们会托举你去到一个更高处啊。这2个贵人可能是来自于你身边的朋友、亲人，或者说你们未来学业工作上结识到的老师或者说领导。而接下来的这4张萨满神谕卡，第一张就是 Psychic Development， 一种心智的成长啊。这张牌是一种信仰，一种心态，也是一种精神力量。你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啊，可能每次都会感受到相同的无力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的心智是在不断成长的。你们会在克服恐惧的过程当中超越自己。等你们经历过眼前的一切的时候啊，你们
看待问题的格局和角度已经发生改变，你们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那我们抽到的第2张牌是 Burden 啊，它代表的是你们身上所肩负的责任，你们对自己的自我期待和自我要求，别人对你们的期待和要求。你们会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坚强都超出了自己的想象，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因为一句话就崩溃，也有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自己已经咬着牙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但是你们踏下的每一步啊，都非常的踏实而稳重，你们的负担会变成礼物，而你们受的苦会照亮你们未来的路。而第3张牌呢 Inner Journey 啊，你们现在外在所经历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帮助你们内在不断的成长。那我们所有人最终都要走完生命的旅程啊。那对有些人来说，这段旅程很长；对有些人来说，这段旅程很短。但是真正重要的不是旅程的长短，而是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路。所以说，希望在未来有一天，你能够笑着讲述那些曾经令你悲伤的瞬间和那一段孤独的难以想象的旅程。而第4张牌呢是 Stripping Illusions，正在支离破碎的幻想啊，这个幻想并不是你们的理想，而是来自于过去你们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你们现在正在一一的打碎它们，并且快速的在失去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自己的3观。你们不相信那些快速的、即兴的、含混的事物，你们相信脚踏实地的力量，你们相信缓慢、平和、细水长流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未来会带你们去到更高处。而接下来的这4张疗愈神谕卡呢，第1张牌就是 Befriending Pain。苦痛是另一种爱的表达形式啊，从苦痛当中回收能量，不断的自我疗愈、成长，生命会以美好相回馈。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啊，就是在这个可怕的世界当中，去发现那些令人赞叹的美好。而第2张牌呢是 Expressing Free Will 啊，表达你们真实的意愿啊。你们可能一直都在被周围的环境所束缚，被周围人的期待所绑架。你们并不是真正的在做自己，而是被周围的大环境、被你们身边的人所推着向前走啊。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你们会重新拿回关于人生的主导权。你们会学着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啊，而这种情绪和感受有的时候也包括你们的愤怒、你们的反抗，你们拒绝接受这个世界给你们的安排。而第3张牌呢是 Encountering Conflict。近期你们可能会发现啊，自己不断的遇到一些小麻烦和冲突啊，这种接连不断的小的冲突和麻烦，其实是你们即将取得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和突破的契机。混乱背后往往蕴含着机会啊，所以说在近期你们要注意捕捉可能出现的机会，这个机会能带你们走出困境啊。第4张牌呢 Releasing Expectations， 释放你们的期待啊。这种期待其实暗藏着某种控制欲，当你们想要控制某个结果的时候啊，这个结果会反过来挣脱你们的控制和束缚。当你们能够尊重事物原本的发展规律和轨迹，不施加任何的束缚，而让它顺其自然，尊重它发展的规律，那这个时候事情的发展反而能够按照你们原有的计划进行啊。所以说不要尝试着去控制，而是要放下控制，因为你想控制的事情都会反过来控制你。凝视深渊，深渊亦回忆凝视。所以说走出困境的方式就是你们能够放下你们必须要走出困境的这种执念。有的时候你们在强迫自己走出困境，所以说你们的烦恼来自于你们太过专注于你们的烦恼，反而会让你们忽略掉很多在当下美好的风景。当你们能够释放执念，你们会重新恢复到那种灵动且轻盈的状态。之前你们觉得那些不可逾越的障碍和挑战似乎也变得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了。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首先第4组牌的第1张牌就是月亮牌，代表的是你们近期非常的敏感、浮躁、焦虑。
尤其容易在晚上的时候胡思乱想，陷入到情绪化当中。现在的你们最自由、最清醒、最敏感，也最孤独。你们拥有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同时你们也会被自己过度活跃的思维能量所困扰，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而圣杯侍卫的逆位呢，圣杯被倒置代表的是你们在最近受到的委屈，无法言说的心事。那这张牌代表的是语言的流动受到了阻碍，你们似乎变得越来越不爱表达自我你们现在可能正试图把自己藏起来。那这张牌我看到你们似乎正在逃避一些东西。而我们抽到的这张星币七的逆位呢，代表的是你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一个人生的瓶颈期。你们会觉得自己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收效甚微。你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在原地踏步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你们可能需要调整一些方式，或者说暂时先让自己停下来歇一歇，等前方道路的障碍消失的时候，你们自然就会重新上路。当事情出现瓶颈期，进展缓慢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更努力、更用力的方式去推进事情的发展。但是你们要真正思考的是自己的意图和方法是不是出了问题。你们无需一味的跟随而是要真正意义上的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而宝剑侍卫的逆位呢，代表的是你们最近的思维能量会有一些混乱。而宝剑侍卫的正位代表的是敢想敢做、敢爱敢恨。但是它一旦变成了逆位呢，就代表的是你们自身原有的特质会成为一种鲁莽和冲动让你们可能会在近期做出一些令自己感到后悔的决定。而接下来我们抽到的这4张萨满疗愈卡呢，第一张就是 New Beginning， 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你们即将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或者说即将实现突破和发展的一个标志。你们可能觉得自己一直在走弯路实际上弯路是另一种形式的捷径。而第二张牌呢是 Move into Balance， 你们现在可能处在一种失衡的状态当中你们会感到眩晕。那这种眩晕来自于你们的焦虑对于未来的焦虑。那这种平衡也代表的是内在与外在的平衡。一方面你们需要向内探索，另一方面你们又要和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保持联系，让自己不至于变成一座孤岛。一旦当这种平衡被打破你们就会感到迷茫和挣扎。那我们既要走入到人群当中去和更多的人建立连接，同时也要保留一部分自我。那这种自我能够在我们低落之时给予我们最真诚的力量，帮助我们走出困境。你们是生活中的勇士向来都默默无闻，并且呢，这种平衡它就意味的是生活，因为生活就像骑自行车一样，我们为了保持平衡，必须不断的前进。你需要接纳本来的自己，但是记住永远不要停止学习和成长。而第3张牌呢是 Reunion of Souls。我们从这张萨满疗愈卡可以看到你们现在的灵魂是分裂的，而且可能是4分5裂的。你们现在不断的攻击自己苛责自己，让你们的灵魂变得4分5裂你们现在要把这种破碎的自我重新拼接起来，那这个过程就是成长和自我疗愈。我们在否定过去自己的同时呢，也是在接纳新的自己。过去那些受伤的地方，未来也会变成你们最强壮的地方。而第4张牌呢 Honoring your energy， 你们身体内的能量流动是神圣的，他们给你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勇气和希望。你们能够感受到你们身体当中的那股能量流动。而接下来的这4张疗愈神谕卡，第1张牌就是 Cultivating Courage， 你们的勇气向上突破的勇气。而且这种勇气呢，在我们这组占卜当中它还代表的是敢于舍弃过去的勇气。你们现在被过去的那条绳子所绑住，所以说放下过去也需要勇气。曾经的你们以为追求自己喜欢的人和事是一种勇敢但是现在发现放弃那些不爱自己的人舍弃那些没有回馈的事情，同样也需要很大的勇气。第2张牌呢 Expanding Inner Power， 你们内在的力量决定了你们最终能够到达怎样的高度。内在的力量会在你们陷入到挣扎和困境中的时候给予你们支持。而第3张牌呢 Unhooking the Past， 释放过去释放你们内心深处的一些执念，因为回忆它是一条没有尽头的归路。
人生有很多选择，有人选择安逸，有人选择奋斗，有人选择沉沦在过去，也有人选择拥抱未来。你们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把你们推向命运的终点。而最后一张牌呢 ，Dissolving Judgments。你们现在需要自我肯定不会因为外界的评价而动摇当你们知道自己的内在价值，你们就不会太注重外部世界对你们的评价。如果太在意那些外在的看法，就会阻碍我们的现实成长，会阻碍我们自我突破。所以说这张牌也包含着你们对自己的一种自我审判和自我怀疑。你们的这种自我审判和自我怀疑也常常让你们陷入到困境当中。你们现在需要的是积极的自我肯定，建立对自己稳定的期待和评价，这样你们就不会患得患失，畏首畏尾了。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